好了，今天的那个直播就这么开心的开始了。那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啊，因为我觉得最近国际大事讲太多，我们希望能够看一看到底还有人记得历史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历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很多人忘记了呢，我们今天标题写得很直接啊。今天就是礼貌运动，我们要感谢那些杀我同胞、盗我资源的日本殖民者，而且要好好的感谢。我们从数字感谢，我们从历史感谢，我们从世界各国都承认的教科书来感谢他们，这样应该够了吧？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要好好感谢那个谁谁谁，那个在3月14号亲口说日本殖民是为了推动东亚共荣圈呐，国民党来了比日本殖民还差的那个谁谁谁。这个共荣圈的大东亚共荣圈杀了我们至少10万名同胞，把我们3万名子弟兵丢在新几内亚饿死。各位，感恩的心要知恩图报。好了，各位先拿好你们的水零食，各种各样的这个拿来配饭吃、配茶吃的东西，来准备好好的听一听今天的故事啊。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啊，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日本殖民屠杀台湾同胞至少10万人啊，八田羽衣的神话到底哪里来的？嘉南大郡呢？米糖剪刀差，这个是怎么来的？30吨黄金呢，从台湾运了出去，台籍日本兵3万名亡魂，跟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呐、我们会讲到那个谁谁谁，那个八田羽衣，那个这个后藤新平，还有这个交8年台北合约。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咯。今天的定场诗是血染分水轮水溶，焚须三角永寒风，共荣圈里魂3万，虽尽暗中岁20冬，金石刮上船西去，巫山头前祭几重，那个谁谁天天谢，知恩图报问祖宗啊！来，今天各位同学呢，本人再度冒着生命危险，在周末的时候讲一个很沉重的题目啊，我们来分析跟解构感谢日本这4个字。特别是感谢日本的大哥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把杀了自己10万人以上的人呢，觉得是很值得感谢的人。我不清楚啊，我没有办法想象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但总之，我们就要开始好好的讨论今天的内容。坏掉老红酒说，请支持打成碎片的八田铜像担任阿鲁巴老朱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我们要跟各位说啊，今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个人是不能理解啦。但是我不能理解也没有关系，我不能理解，总该要有人理解。那个谁谁谁为什么一直感谢我，其实真的不清楚。你可以忘记战乱，你可以忘记过去的不公平，但你不能够把整个历史都颠倒过来了。我没办法想象，妈鸡巴杀我那么多人。然后我他妈还要感谢他，我还要觉得哎呀谢谢你啊，好棒棒啊，我们都是靠你的建设。领你啊，人家来殖民的人家来偷你东西耶，操妈他偷你东西，你到底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感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啊！也许很多台派觉得干日本就是跟我们好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用数字讲一下，我也不多说了，你讲的东西呢，如果你觉得不合理或者是怎么样，欢迎尽管
来查历史来跟我反驳，但我个人认为有些历史不可以忘记，你忘记了之后，永远都不会有人原谅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全世界的右派，全世界的这个民族主义者都会笑你台湾是一个白痴，是一群犯贱的人，是一个人家侵略你、占你资源、夺你粮食、杀你祖先，然后你说谢谢他，感谢大家的互助合作，好吧？这个火烧老二小抖内了2个这个图片，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啦，我不针对谁谁谁，我不针对哪个人怎么样，我甚至不针对日本人，我只是告诉你发生过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那我们记得就好了。如果我们连记都不记得，那不愧对祖先吗？祖先在这块地上流血流汗，奋勇抵抗，结果他的后代说干，真谢谢你们。这是妈太扯了，我真心没有办法理解，我真心没办法想象，这个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感谢日本？我跟你讲，我有很多日本的好朋友，甚至还有网友，还有日本的教授，每天都会传讯息给我，我有时候还会帮他查询说啊，干这个假的啦，哎呀，这个今天什么台湾的那个。示威啊，其实嘛就几百人而已。我会跟他讲这些东西，但是做这种题目的时候，我也不会留情啊，因为就是事实嘛，哪有妈连事实都不能面对的？干是鸡巴妈是要烂到什么程度，贱到什么程度？真心不要讲，而且我今天用的数字还特别保守哦。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100%确定。我就不用，所以你才会看到一些很客气、很保守的数据，但是我相信绝对超过这个状况，绝对超过这个状况。那来，我们今天从头到尾那个谁谁谁名字我不会提，我们只会说，5月8号去乌山童追思的人呢？为什么不指名道姓？因为没有意义，你知道，纠正的是错误的思考能力，又不是一个人，纠正一个人有什么用？川普在电视上跟他竞选的人时候，从来不会讲人家的名字，所以我们今天不会攻击人，我们攻击历史。来，什么叫攻击历史呢？2020年3月14日啊，在一个民主韧性研讨会上面，那个谁谁谁在致辞的时候亲口说出2句话，这2句话真他妈精彩了，叫做日本殖民台湾是为了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第2句话呢，不在稿子里面。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对待台湾人民的态度与做法比日本殖民时期还差。这好，我没有要帮国民党辩护，反正他就活该烂，大家都要打他来。但是我们讲一些历史，你崇拜日本人，我就引述日本人。大东亚共荣圈是什么？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洋子啊，是日本最权威的近现代史学者之一，在他的专著里面写，大东亚共荣圈是侵略战争正当化的口号。一桥大学的藤原章教授直接写4个字啊，就侵略战争啊！连日本人自己的历史学界都已经把大东亚共荣圈当作侵略战争的口号宣传处理了。我就不懂为什么台湾妈把它珍之重之，当成好像很重要的样子，看是在干什么？来，还没完。韩国国定教科书怎么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意识形态。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怎么写 ？The Japanese propaganda for its occupation of the Philippines。日本占领菲律宾的宣传。新加坡的教育部怎么写 ？A phrase used by Japan to justify its military conquest， 是日本用来合理化军事征服的口号。马来西亚的课程纲号怎么写 ？Used to mask the exploitation of Malaya's resources， 用来掩盖对马来亚资源掠夺的口号。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哈佛、牛津、MIT、剑桥、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全世界都把大东亚共荣圈当做一个侵略口号。只有那个谁谁谁说它是一个推动的政策。各位想说，哎呀，是不是断章取义？太不可思议了！会不会被朱璇栽赃？会不会被剪接？没有。如果是剪接，那个谁谁谁办公室会出来澄清啊，那个谁谁谁的立法院党团会出来澄清啊，都没有。一个澄清都没有，意思就是呢，这就是那个谁谁谁要说的。日本殖民是为了推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动词是推动哦，是中性的，不是侵略，不是奴役，不是剥削。如果你今天说希特勒搞种族灭绝是为了推动雅利安人种族纯化，这个话只要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元首嘴里说出来，那个元首3天之内就会面临全国大规模的示威，可能会辞职下台。但是在本地呢，那个谁谁谁没有下台，连一声对不起都没有说。更荒谬的是第二句，国民党比日本殖民还差。各位，我们先不讲其他的，他用什么东西当对照组？他用日本殖民当对照组。也就是日本殖民是一个历史上的参考坐标，国民党再怎么烂，你他妈还是从他手上拿到政权，接手政权，这么有种，你拿到政权之后把他们全杀光嘛？又不敢，他这样子讲是说可以把日本殖民跟其他的统治方式比较，而某些统治方式还比日本殖民差，某些是比日本殖民好。各位，日本殖民这50年了，我们今天要跟你拆解、要解构的是，至少杀我10万名同胞，30吨的黄金被搬走，米糖剪刀差，就是自用跟输出啊，一下子弄掉我50年，3万子弟兵战死南洋，而被那个谁谁谁当作可以比较的中性指标啊。真他妈天地逆转啊！我真心不能理解，要有多么知恩图报才会搞成这个样子。干，想不到，真想不到。来，我觉得你各位要说，我们今天就是持平的讲。每年5月8号，还有很多人八田雨衣的忌日呢，会去乌山头水库亲自参与跟主持追思活动。我讲白一点这个谁谁谁说过什么？说这个八田雨衣已经成为台湾历史的一部分。然后他说八田雨衣是台日友谊的桥梁。然后他说要感谢所有在台湾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日本人。所有在台湾默默付出的日本人，各位，后藤新平算不算默默付出的日本人？他在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任内，1898年下了土匪招降令，招降令失败之后改成全面镇压，阿公店大屠杀，一个冬天杀了至少500人，烧掉7813户。后藤新平自己在台湾统治第2段的技术里面把这个镇压的效率当政绩上报给东京。那后藤新平是不是默默付出呢？那山根信成算不算？1895年近卫师团第2旅团长在分水岭被柯铁虎的义勇军狙击战死，他默默付出的是把分水轮周围的村庄烧到寸草不生，一点人烟都不剩。内城支队的队长算不算？他带兵在三角涌跟海山口杀了300-400个台湾百姓，烧掉1000间以下的住宅，要不要也追思一下要不要每年也带一束花去后藤新平的墓前，去山根信成的墓前，去内藤支队队长的墓前呢？我们今天这一集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们不打任何一个个人，除非他已经变成历史了。人会换，他讲的话会被遗忘。我们要拆解分析的是整套殖民现代化的神话。
你只要能够解除这个神话，就没有理由感谢日本殖民者。我们跟各位先从史料开始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再从数学开始谈，然后再告诉你有多少条人命死在日本手中，然后再来，你知不知道全世界都拿了日本的赔偿，就他妈我们台湾1毛钱没有拿，韩国拿30亿美金，菲律宾拿了50亿美金，台湾0元。因为1952年蒋中正这个傻逼在台北合约签字放弃，我们把知恩图报这4个字彻底拆开来。我们先跟各位讲，你如果饭还没吃完的话，我觉得你太晚吃饭了，你应该要再早点吃，因为今天这一集会讲到很多死人。我们这集的第3段、第4段、第8段死了很多人，很多人。简金华枭拢事件，新几内亚70%的死亡率，这个都是数字啊，没有办法糊弄过去的。那我们对于加害者的讽刺不会少，对死者的尊重不会打折扣。我们现在要进到第1章了。1895年的台北城迎接日本陆军进城的不是清军，是泉州的绅商、士绅跟商人。来，谢谢 TikTok 这边火烧老二小跟简简单单做自己的斗内啊。那我们继续讲下去，让各位真的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心是不知道，我靠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夸张的事情？但没关系，我们就一边看着夸张的世界，一边往下走。El 小戴，我告诉你，这些杀人的历史几乎完全从台湾课本里面消失了，感觉日本人来台湾就是轻轻拍，人就走了。我们还要谢谢他们。来，我们时间轴往前拉到1895年。1895年5月29号，日本陆军近卫师团，这是日本天皇的近卫军，等同于中华民国的宪兵2栋梁指挥部，加上海陆空3军一队的等级，在台湾基隆澳底登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一个王爷。日本人派了一个皇族来打台湾，所以基本上他不是来打，他就登陆来接收了。那所以他派的就是仪仗队，派的是宪兵队。来，各位想一下，台湾那个时候有什么？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刚刚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的构想很美好，不愿割让给日本，所以我们自己独立啦。结果嘞？唐景崧6月6号就搭船跑了，台湾民主国总统当了11天，从基隆跑到淡水，从淡水搭德国商船跑到厦门。台湾留下来是谁？是留下来的是台湾人民。日本陆军从澳底登陆，没2天就推到台北城下。6月7号，日军要进台北城啦。各位猜猜看，谁开门？谁开门？清军吗？没有哦，清军早就跑光了。日军吗？日军还在城外，谁开的门？辜先生呐、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讲直播，还会有这个主题的辜显荣先生，是辜政府的祖父。他当时是艋舺，就今天的万华的一个泉州籍绅商，看到清军跑光，城里治安大乱，因为散兵游勇开始抢劫，辜显荣就跟另外几个绅商李春生、吴文秀一起从台本城出来，到水反角，就今天的汐止迎接日军。辜显荣对日军说：“台北城内混乱，请日军进城维持秩序。”日军将领说：“啊 ，Seriously， 真的、哦？那我们去喽。”
于是辜显荣就带着日军从北门走进台北城。6月7号傍晚，日本国旗第一次升上台北城的城楼。各位，这就是1895年第一个替日本人开门的人。更精彩的事情呢，还有没讲完。辜显荣呢，后来日军进城了，日军要平定整个台湾呢，可是台湾中南部到处是抗日民兵，怎么办？辜显荣跳出来组织一个叫别动队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台湾本地的协力部队，帮日军当带路党、打游击装、抗日分子。哈，现在的日本通亲日派有没有别动队呢？我不知道。1895年的辜显荣跟现在某些日本通操作逻辑一样。对外宣传什么？日本是文明的，是先进的，要感谢；对内要配合日本人做事。差别只是1895年的日本，应该是台湾，台湾别动队扛步枪，2026年的别动队扛麦克风啦。别动队后来怎么了？因为实在做不下去，部分成员倒戈，加入抗日的义勇军。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日军根本不是来维持秩序，他来屠村的。但是这已经太晚了。我们把镜头拉到1895年7月16号，这天有个关键战役叫做分水仑战役。分水仑在哪？在今天的云林斗六南方3公里，是一个峡谷地形。日军的近卫师团要从中部南下，要通过分水仑。山根信成少将，这个少将是谁？是近卫师团第2旅的旅团长，陆军少将，大概45岁左右。他带步兵第3联队跟第4联队的支队大摇大摆、毫无警觉的行军。分水仑的峡谷两边都是山，这是埋伏的完美地形。抗日义勇军的领袖叫做柯铁虎，他本名叫柯铁，云林斗六本地人。他在山林里头埋伏了好几天，就等着日军进到这个进到这个峡谷。11月21号，也有史料记载是7月16号，不管啦，差不多。柯铁虎一声令下，峡谷两边的义勇军同时开火，武器虽然落后，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优势是确定的。山根信成当场战死，一颗子弹贯穿他的左胸，这是整个乙未战争里面战死的最高阶日军将领之一。另外一位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后来死于台湾。一个近卫师团的少将被一群土匪打死。日军那边呢，根据日方的战史，叫做近卫师团战史，山根信成战死之后，他的部队死伤数百人，义勇军这边呢，伤亡数十人。这个比例是5比1还是10比1啊？具体不重要，重点是当年的台湾人很够种，很能打，很敢战呐。现在的台湾人面对日本，膝盖就软了。一群拿土制火枪的台湾农民在山谷里面埋伏了天皇的御林军，打死了少将。各位，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在1895年到1945年50年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全部从台湾教科书消失。从1945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接收也没进教科书，直到1990年代李登辉任内才有零星的地方志开始记载，没有进课本哦。然后那个谁谁谁呢，每年去纪念那个感谢所有在台湾默默付出的日本人。请问一下，柯铁虎算不算在台湾默默付出？他付出了什么？他付出了他的命啊！1900年，柯铁虎被日军包围在大平顶，服毒自尽。请问一下，柯铁虎的铜像在哪里？每年去祭拜柯铁虎的人是谁？当年的台湾民兵很够种，很敢战啊！别动队倒戈，义勇军偷袭，这都让日军很头痛。但还有更狠的，各位听好了，台湾民兵的
扬降趁毒战术，什么意思呢？日军从台北南下推进的时候，需要大量粮食补给嘛，因为没带这么多来。台湾本地的民兵就策划了一件事，主动向日军投降，然后表示愿意当苦力，帮日军运送粮食。听起来像不像投降？像，但是当年的台湾人真够种，真有气魄，赞！谢谢 ORA 的斗内。但是民兵在粮食里面掺杂了致病物质，什么致病物质？根据日方战史记载啊，日军南下推进到中部南部的时候，立即霍乱大流行，整支的队伍没有被义勇军打死，被立即给拉死了，活活大便拉死在路边。日方统计1895年从基隆登陆到12月底日军因战斗死亡约164人，但是因为霍乱立即伤寒死亡的高达4642人，是战斗死亡的28倍。各位，内心的你们的想法是这太聪明了吧？台湾的先民是真的很聪明，很敢战。1895年台湾人的反抗就是没有重武器，没有重炮兵，就用最原始的诈降加下毒，打到天皇的禁卫军立即横流。那个谁知不知道这段历史啊？知不知道这段历史？我们这一段的结论很简单：1895年的台湾有人迎日，有人抗日。那迎日的大发财，抗日的死无全尸。抗日的柯铁虎呢，服毒自尽，他的后代是云林一个普通的山村农民。各位，真相总是伤人，历史不是公平的，义勇无双，死无全尸。媚日通日，发财升官。那个谁去乌山头感谢的不是柯铁虎，是日本人。感谢在台湾默默付出的日本人，那在台湾默默死掉的台湾人呢？来，这一段我们要讲一下，就到了1895年7月。日军从台北南下，他要平定整个台湾，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兵民难辨呐，就是像这个伊拉克、阿富汗一样，美军打进去干路边人，像越南一样，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这个民兵还是他是一个农民。什么意思呢？日军在路上遇到一个拿锄头的台湾农民，你怎么知道他是农民还是抗日民兵？你不知道。所以日本陆军想了一个好聪明的办法，历史上只有他们想到敢这样做，而且做了美军都不敢。日本陆军想了一个办法，叫做无差别扫荡。各位，你现在听到无差别扫荡这4个字，可能觉得这是很现代化的军事物语，不对，这个日本当时用的词叫做无差别讨伐，无差别讨伐，英文翻译叫 indiscriminate sweeping。什么叫无差别？就是不分军民，不分老幼，不分男女，见村就杀，见人就烧。各位，我不是夸大其词啊，这是日本陆军自己写在官方报告里面的字眼。1895年7月23号到24号，日军的内藤支队是日军编制里面比连队小、比中队大的单位，大概是500到1000人，进攻三角涌，就是今天的新北市三峡跟海山口，是今天的新北市新庄回龙。当地有义勇军，义勇军打不过日军正规军，撤了之后，内藤支队的指挥官下了什么令？烧到什么程度？日方的佐野有三郎给官方日本军部的报告原文是这样写的：火焰天归，残余之敌家，细雨烧佛。我把它翻译成比较贴近现代的白话文：火焰冲天之高，
所有残余的敌人家屋全部焚烧清除了。各位，残余的敌人家屋是他们把家屋当敌人呢，他不会说啊，这是一个一般人民可以住的东西，他不管，妈全部烧掉。他不只把抗日民兵当作敌人，他也疯狂的把屋子、房子里面有没有人他都不管，通通烧掉。内藤支队在三角涌、海山口这次行动，杀害台湾百姓300-400人以上，焚毁家屋1000间以上。各位，你想象一下，300-400人是什么概念？三角涌当时的人口大概2-3千人，他等于把全镇1/10的人杀掉了。还有更惨，松原支队，这是内藤支队隔壁的另一支日军，在大汉溪的东侧，也就是今天的莺歌树林土城一带，松原支队的数据是焚毁民房数千间。干，这有多恐怖？他妈简直是大规模的都更，你知道吗？大规模的都更。然后呢，整个大汉溪的两岸，连续好几里地，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啊！日本陆军自己记录叫大汉溪两岸数里之内渺无人烟。各位，渺无人烟不是台风过后，不是地震过后渺无人烟，是人为的、有系统的、刻意的把所有人赶走或杀掉之后渺无人烟。你各位，如果现在刚好住在三峡、树林、莺歌、新庄，你家现在的土地1895年是被日本陆军烧过的，你家的祖坟可能就埋着当年被杀的家人。如果有幸可以收尸的话，那个谁谁谁要不要也带一束花去三峡老街的某个角落，追思一下那些被默默付出的日本人杀掉的台湾人呢？1895年不是只有三角涌跟大汉溪的屠杀，我们列一下这一年的屠杀坐标。这一年的屠杀坐标呢，你看看这我后面的这张图就知道了，就是这么样子的刺激啊，杀个不停。那为什么我们遗忘了呢？因为课本没写，课本不会考。1895年6月，基隆护卫日军登陆后第一轮镇压。6月7号，台北城沦陷，没死什么人，因为辜显荣开门了。然后呢，6月、7月，新竹湖口客家义勇军激战，湖口红毛竹尾被日军焚毁。7月23到24日，三角涌海山口，就是我前面讲的大屠杀。8月27到28号，彰化八卦山，乙未战争最惨烈的会战，抗日将领吴汤兴、徐襄、江少主阵亡。八卦山一役，日军突破抗日军的中部防线。8月，大甲溪铁砧山，日军渡大甲溪，沿途屠村。10月，嘉义城大埔林，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10到11月，凤山打狗，打狗就是高雄，刘永福广攻军最后的据点被破。11月21日，云林斗六分水轮，3根姓陈战死。11月到1896年初，台南佳里就是骁龙，也发生大屠杀，我们等一下会讲。12月，屏东长治火烧庄，这是客家6堆义勇军最后的反抗，被日军给夷平，寸草不生。各位，1895年5月29号到12月底7个月，日军从基隆登陆到平定全岛，整整7个月，就是杀。7个月屠了多少个村？至少有11个重大屠杀事件，不算零星的，不算没有记录的，不算只死几十个人的。11个重大屠杀，135000平方公里的小小台湾岛。我跟你讲，日本人写的书对1895年这个战役的形容叫做台湾平定，他平定了台湾。平定这个词听起来像不像维持秩序、清除土匪？但它的真实意义是把所有可能反抗的台湾人杀到不敢反抗为止。平定的英文是什么
pacification 的字根是 peace， 就是把这个地方 peace 和平化，这就是日本陆军对台湾的文明贡献呐。那个谁谁谁要不要感谢一下让台湾和平化的日本陆军呢？这一段我们做一个结论。1895年的5月29日到12月底，日本陆军在台湾执行的不是战争，是清乡。而清乡的对象不是抗日军，是任何路上经过的人。火焰天归，残余之敌，加细雨烧佛。这12个字在中华民国的高中历史课本里头没有出现过。但这12个字写在日本陆军1895年的官方报告里头，是日本人自己写的。各位啊，真相总是伤人啊。那个谁谁谁说的默默付出的日本人，他默默付出的可不是水利工程啊，是火把跟刺刀跟子弹啊。下一章，1895年10月。嘉义大埔林大屠杀，来，我们跟各位讲，接下来这一章呢，很严重，很悲哀。如果你家里有小孩，你不一定要让他听，你不一定要让他接下来继续学，你可以再转述给他。那为什么？因为他太悲哀了。我先讲。这一篇呢，是因为当年我们要感谢蔡正元委员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在台湾史的这个《台湾岛史记》里面深入讨论这一段历史。本土历史没有教，蔡正元委员的《台湾岛史记》有写，而我深受他启发。但是很遗憾，蔡正元委员现在还在北监。今天礼拜六。蔡正元委员呢，我只能这样讲。根据本人的经验呢，礼拜六的时候可以看比较多书，有比较多的闲暇时间，他可以看看电视、看看报纸、看看杂志。那希望他可以平安度过这一切。但是各位，台湾现在30度啊，室内温度当年我有突破过35度啊。一个70几岁的老人，现在在一个没有空调、没有冷气、只有水可以拍拍身上的地方，还要再过2年或3年。请大家一起加一，为蔡正元委员祈求平安，为他集气。生活很苦，但是蔡正元委员比我们更苦。他站出来勇敢说话了，我们承继他的研究，我们再继续讲下去。请各位记得，那已经不是满身大汗了啦。我在那边半夜会热到醒，你只能拿水拍拍身上，再躺回去睡呀。你不能脱光哦，脱光会被管理员叫起来，因为你要穿衣服。好，谢谢1000例，谢谢 Oral A， 也谢谢1000例，送了一个哭泣的仓鼠。生活很苦，但有人比我们更苦。来，我们接下来要讲了。1895年10月，嘉义大埔林，也就是今天的嘉义大林镇。日军向南推进，当时的当地的抗日领袖叫简金华，是嘉义一带的义勇军领袖。日军包围大埔林之后，向简金华提出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献出200名妇女供日军义使。200名，简金华拒绝了。怎么会有人能够同意呢？怎么会有人能够同意呢？接下来我们会用最克制、最冷静的方式陈述。但我先告诉各位，今天的内容只有克制，只有减少，没有加油添醋。今天的历史是写在日方官方记录里面的内容，是有尸体，是有证人，有现场勘验记录的历史。
简金华拒绝了日军提出来的条件之后呢，日军开始攻村，攻入大埔林之后呢，日军奸杀了简金华一族的妇女120多名。行刑的方式之一呢，是使用削尖的竹片呢贯穿妇女的生殖器。行刑方式之二，对村内参与抵抗的壮丁，用铁钉将其脊椎固定在木板上，活的时候把他的皮剥掉。村内4500名男女老幼几乎全部遭到灭口。简金华本人，他不愿意被日军生擒受辱，他在自家中自刺血管，失血而死。各位，这些事情啊，120名妇女被奸杀，削尖的竹片活剥人皮，4500人被灭口。这些事情是哪一年发生的？1895年10月，距离今天130年。如果这120名妇女里面有人在临终前，或是在之前1-2个月生下孩子，那个孩子今天能够130岁吗？不可能。但是那个孩子可能有孙子、有曾孙、有玄孙。那4500个被灭口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每个家人都有后代。今天台湾的人口2300万人，当中有多少人是1895年大埔林那4500个被灭口的人的旁系后代？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族谱可以查了，因为整个家族灭了。但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这些人的后代没有去乌山头追思。简金华自尽之后，日军写了一份报告送回东京。报告里头，简金华被归类为土匪首领。被奸杀的120名妇女，日军报告里面这4个字没有出现。被活剥人皮的壮丁，日军报告里面没有出现。4500名被灭口的村民，日军报告里面这个数字没有出现。报告里头出现的数字，毙匪数十名。各位，这就是1895年到1945年日本台湾总督府所有官方统计的真实样貌。杀台湾人叫做毙匪，杀120个妇女不算，杀4500个村民不算，只有拿着土制火枪正面跟日军对抗的人才被记入匪徒数，而且这个匪徒数还会被刻意压低，因为要向东京汇报评定的效率。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个系统性的低估，在1895年到1915年20年间，让日本自己写的死亡数字只有真实数字的1/5到1/13。我只是想问哦，那个谁谁谁在感谢所有在台湾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日本人的时候，请你回答一个问题啊：简金华一族那120名被奸杀的妇女，他们的家属是不是在台湾的某个角落？那4500名被灭口的大埔林村民，他们的后代是不是在台湾的某个角落？如果是的话，那个谁谁谁下一次去乌山头之前，要不要也去嘉义县大林镇的某个角落也鞠个躬？不需要带花，带一张致歉的字条就好。字条上写什么？对不起，130年前我们没有为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挺身而出为台湾奋战，今天我也没有为你做任何事情，我只记得8田雨衣。我不知道各位，你现在觉得要不要感谢日本？我是觉得殖民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感谢殖民者。你去问问印度人，你去问问韩国人，没有人呐。所以我不是叫你痛恨现在的日本人，我不是叫你仇恨现在的日本人，我是要告诉你，
你必须，你可以原谅，但你不可以忘记，因为当你忘记了，没有人会瞧得起你，没有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像样的民族，丢人。谢谢 TikTok 的那个 Kate 的抖内，我来念一下这边的赞助啊。顺带一提，我们的赞助呢，只要达到15个超级留言哦，我们就会做一集失智症的专题，我们再谈谈台湾现在的悲哀是什么？全世界战火风云集，势力重组，结果台湾在讨论一个75岁、76岁的老人到底失智了没有？这就是一种悲哀啊！我们关心的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关心的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而那一点都不重要的人，以前是台湾的总统，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竟然没有人挡得了他，他的部下挡不了他，他的家人挡不了他，他的妻子挡不了他。你看台湾多么悲哀！坏掉龙九说，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合理化侵略行为，如同抗中保台、挺香港、护台湾等等，也是用来合理化洗脑夺权 A 钱的口号。事实证明，不用会做事、懂做事，只要喊口号，的确有用。请教我小吉说，出大吉，大家晚安，小支持。本人其实并不仇日，但看到有些人莫名的舔日，像古代奴才，就觉得离谱。本人爷爷就是在日据时期的逃兵，如果真的好，哪可能会逃？毕竟那时候被抓去当兵，真的会变没有的。当然，没我爷爷的逃兵，就没有我现在的小董。最后祝大家都能平安快乐，谢谢叮叮叮的抖内。T 有 TW 说，因为老朱说那个谁谁谁烂鸡巴，所以不能。看我没有说他烂鸡巴。我不能指名道姓。坏掉龙九说，请带那个人去日本祭拜10种阴葬，物色事件时任台湾总督。你等等，他去不了日本，人家现在不让你去。那卓荣泰呢，也不可能再去了，都没有了，看状况吧。那不然叫那个谁谁谁洗地那一个啊，去祭拜10种阴葬嘛。出个物，谢谢你的抖内。Snow 上说，台湾不能无史，更不能有擦脂抹粉的媚日史。KJ 说，我虽然喜欢去日本旅游，但还有很多不认同日本的地方。说回殖民前的历史，我只能说干他妈的！有稍微听过蔡博士讲过台湾史，就知道当时多悲惨。先给老朱讲解，先闪明晚再补，是真的啊！我也是受蔡博士启发才做这一集啊。Ziki 蔡说，出大如果在野党有 sense 的话，应该把日本在台湾干过的大屠杀地点都去举办悼念活动。民进党参选人有谁不去悼念被日本人杀死的台湾人跟原住民？年底就巨头算了，还算是台湾人吗？但在野党没有脑，就不用多讲了。刘建一说，那个谁谁谁忙着帮福冈肺炎洗地当总干，各位还是小心一点啊，好不好？那个昵称叫吕中的，你他妈要贴多少次？干你也不会说人话是不是？只会一直贴一直贴。操你妈！你以为我们这边人都是智障吗？是智障就去听别人的直播，不要来我这边。你不道歉、不认错、不记住，怎么可能有原谅呢？妈的！好，来，我们前面讲了大普林啊，各位内心的想法。大家一定想说，这么惨的事情，怎么日本人不会被联合国查、被国际谴责呢？怎么会呢？因为记录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所以让我们来算账一下。我跟你讲，他写的记录跟真实的史实可能只有1/10，甚至1%呀。我们来算账吧，算什么账呢？算什么账？我们算死了多少人的账好了，我们低调客气的，不要加油添醋的算。1895年5月29号到1915年8月，日本人在台湾搞绥靖作战整整20年。日本陆军跟台湾总统府在台湾到底杀了多少台湾人？日本人自己的官方记录叫15000人到2万个匪徒。台湾学者徐雪居、史明、许世凯的学术共识，至少超过10万人。最高估计，国际学者 Jonathan Manthorpe、Claude Geoffroy、乔佛里这个
这个谁谁谁，看《冰与火之歌》会看到的，他估计超过20万人以上，5倍到13倍的差距，谁在说谎？我们把这个差距破解给你看，你看看我背后的图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图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在每一个地方杀了多少人，差距多少，5到13倍，中间还不包含莫名其妙被拉夫直接就宰掉的人啊，至少10倍啊，至少13倍，甚至有人说20倍，甚至有人说100倍以上。来，骁龙1895年到96年，这是什么事件？台南市佳里区，1895年11月到1896年初，日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屠杀。日本官方记录怎么写？台湾总督府警察严格制禁卫师团报告，讨灭匪徒约2000人，2000个匪徒。地方耆老怎么说？地方口述历史家里政治的记载是：骁龙18庄死了27000人，2000人对上27000人，至少13.5倍的差距。哪个是真的？哪个是真的？死人不会说话，但是牛车会。骁龙屠杀结束之后，活下来的庄民去现场收尸，整整装满了18辆牛车，18辆哦，你算一下，一辆牛车满载大概可以装100具尸体，18辆就是1800具尸体，而这1800具尸体只是能够被收尸的，身首异处、被烧熔、烧化、丢在田里面烂掉的，埋在土里面的，不算被日军刻意搬走丢掉的，就1800具啊！更何况当地后来状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一棺难求，棺材店做棺材的速度呢，追不上死人的速度。这跟讨灭匪徒约2000人这个几个字是同一件事情吗？各位，18辆牛车不会说谎，但日本警察严格制会。阿公店，1898年，高雄冈山清代叫阿公店。那一年呢，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叫做后藤新平。后藤新平这个名字在台湾的历史课本里面是被当现代化建设者处理的，铁路、卫生、户口、糖业都挂在他名下。那个谁谁谁今年5月8号致辞要感谢所有在台湾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日本人，后藤新平算不算？后藤新平算不算？我先把答案告诉各位。后藤新平就是亲自下令阿公店大屠杀的那一个人。后藤新平1898年3月就任总统府民政长官，11月他发布了土匪招降令，意思是说投降的我不杀。但是招降令失败，当年的台湾人很有骨气，不降就是不降。招降令失败这个4个字，在后藤新平自己的台湾统治第2段土匪扫讨的实际记载里面，是当下一个动作的启动讯号，全面镇压。全面镇压。1898年11月到12月，阿公店及其周边桥头、路竹、湖内罹难民众500人到1500人，民间的资料11053人，民宅全烧毁3783户，民宅半烧毁4030户，财产损失依当时币值38000余日元，将近8000户民房被复制一句，干你娘！这个说书人他妈有病！自古以来，台湾与中国无怨无仇。甲午战争之后，你他妈台湾被杀了多少人？干你娘！你这种认贼作父的垃圾人渣！
才会说我们现在跟日本好棒棒，我们要感谢日本大哥哥。你这么讨厌中国，那日本杀你妈几十万人，你也觉得很棒咯？干你娘嘞！欠骂，妈就是要让我岔题来骂一骂，赚了吧？他是网军，北理他妈干，他娘我也要干一干呐、好不好？我管你妈出来做网军就是活该被干，好不好？来。将近8000户的民房被付之一炬，你听我讲，再看那个智障贴的文，你就知道多他妈荒谬。你同胞被杀，你资源被夺，你住的地方被烧光夷平，然后你说要感谢日本大哥哥。各位啊，8000户民房付之一炬什么概念？一户5个人就是4万人，4万人在1898年的冬天失去能住的地方。各位想一下，1898年的冬天没有便利商店，没有民宿，没有志工团体，没有 NGO 啊，4万人流离失所，会死多少人？民间估算死了11053人，这就是为什么后藤新平自己的书把镇压的效率当成政绩向东京汇报。各位，东京收到报告之后，后藤新平受到嘉奖。1906年升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1916年升任日本内务大臣，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负责东京重建，而死在阿公店的台湾人呢，没有名字，没有铜像，没有追思活动，只有讨灭匪徒这4个字藏在台湾总统府警察严格制的第2篇里面。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真心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你的同胞被杀没纪念，杀你同胞的人你感谢个不停？我真心不懂。但没关系，我们再来继续往下走。来，只有讨灭匪徒这4个字啊，写在台湾总督府警察严格制的第2篇里面。阿公店之后呢，后藤新平把镇压系统化了。1898年到1902年他推行3段警备制，根据地区治安等级，把全岛分成3段。第1段治安最坏，军队直接镇压；第2段治安中等，警察加保甲制度；第3段治安稳定，常规行政。听起来很现代化，对不对？听起来很文明，对不对？操你妈，不是啊！他把你人当家畜管啊！3段警备制这4个字，在台湾的高中历史课本里面是当作后藤新平的行政成就处理啊。但是3段警备这4个字背后的数字是什么？背后的数字是日本官方记录是8000到12000个匪徒被处分。史明的台湾人400年史，许世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学者共识是5万到10万人，5倍到10倍的差距。3段警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在每个乡镇派一堆日本警察，看到可疑的就抓，抓到的不问就杀，杀完的不写记录，这就是后藤新平的现代化贡献呐。现代化贡献是什么？默默付出的后藤新平，在台湾每个乡镇平均下来，每个乡镇杀了300-400人呐。再来，1902年3段警备推行之后的第4年，南台湾最后一个大规模抗日领袖林少猫被日军包围在屏东后壁林，今天的高雄小港。林少猫本人日方记录击毙了匪徒130人到200人。学者估算了，蔡景堂跟郑喜夫的研究是2000人到5000人，含家属跟村民，又是10倍到25倍的差距。同年，台南归仁日军以清乡为名进行屠杀，日方记录数百人了。归仁乡志，台南县政府
当时写的是2000人到3000人，5倍的差距，5倍的差距。来，交8年，20年虽近期，最后一场大屠杀，1915年台湾狱警，就是芒果很出名那个狱警，叫做交8年。抗日领袖叫做徐清芳，他跟江定、罗俊结合宗教西来庵跟武装抗日，发起武装起义。这次事件被称为西来庵事件或交8年事件，是1895年以来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抗日。日本镇压的官方记录，受审判的1413人，判死刑的903人，也就是70%人都被判死刑。903个死刑呢，在日本内地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规模，是写在日本法院判决书里面的。请各位记住这个数字，903人。但是日军在交8年现场直接屠杀的人数有多少？根据中研院台史所徐雪姬的台湾史研究，交8年事件研究，他现场就杀了1万到3万人。各位，法院判刑死刑903人，现场杀了1万人到3万人，10倍到30倍的差距。为什么这两个数字差距这么大？因为法院的数字是日本人自己写的。现场的数字没有登记，因为日本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交8年事件之后呢，日军在现场对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全部处决，不经审判，不写记录，不留档案。各位想象一下，交8年镇就是狱警区啊，今天的人口也才7000人。如果当年日军杀了1万到3万人，那就是把整个镇跟周边好几个庄全部杀光。事实上，事件之后，狱警区的人口整整60年没有恢复。1895年到1915年20年的总账，日本官方是15000人到2万人，学者的共识是10万人到20万人，5倍到13倍的差距。为什么差距这么大？20年就杀了这么多人。第一个，这也很夸张，一年要杀1万人以上。那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原因一啊，分类问题。日本官方把所有被杀的台湾人都归类为匪徒、土匪、叛乱分子，不承认有平民，不承认有妇女，不承认有儿童，只要被杀就是匪徒。骁龙18辆牛车收了尸体，每一具都匪徒。大埔林120名被奸杀的妇女根本没有进统计。原因二，统计方法，日本官方只记录有战斗报告、有审判记录的死亡。问题是，大量的无辜村民、妇女、儿童被杀，根本没有任何报告。交8年现场屠杀的万人没有战斗报告，所以不算。阿公店烧掉7813户之后流离失所死掉的人，没有审判记录，所以不算。原因三，刻意压低。后藤新平本人在台湾统治第2段中，把镇压行动的效率当政绩向东京汇报。他怎么说呢？数字要下修，修饰的方法呢是往下修，因为像东京汇报杀了200个土匪平定地方，跟杀了5000个村民平定地方要好看得多。原因是最典型的未经审判处决，最典型的就是交8年呐。日本法院判处903人死刑，903人有名字，日军在现场直接屠杀了10000余人，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就不存在于官方统计。各位啊，真相总是伤人。日本统治台湾很文明、很现代化，根本狗屁，根本狗屁。它是建立在5到13倍的杀人数字造假上面。我们今天用的台湾高中历史课本讲后藤新平的时候，讲的是铁路卫生户口，很少有人会告诉你他的3段警备杀了5万到10万台湾人。
后藤新平自己写的书，1898年写的，可没有跟你讲共荣大东亚共荣，他写的是镇压的效率。1895年到1915年呢，日本人在台湾杀了多少人？至少10万。台湾学界、国际学界的共识，至少15000。日本官方的记录，差这么多是日本殖民政府的系统性造假。那现在说感谢日本大哥哥的人，要不要去查一下？你的曾祖父、曾外祖父，可能是这10万条人命的那一群，你到底要不要去查一下？我们下一章换个角度用钱算呐、你看看日本人从台湾干走多少钱？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妈，你还真以为日本人对你好，是吧？来，谢谢这个网友的抖内。KKT Tanas， 广岛人跟朱大说的一样，我在广岛待了1年，广岛人也这样教我，历史不能忘记，把伤痛跟教训交给下一代，不要让仇恨延续，但是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要把历史跟记忆交接下去。Mr. Akaset 说，当初返校这一部戏、这个小说、这个游戏的内容是白色恐怖时期，里面的 slogan 说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某阵营可是极度宣传当时的坏啊。可是换位思考一下，当时日据时期所作所为跟白色恐怖时期也差不多，可是为什么都想要忘记呢？这点真的居心叵测。人还在外面，先小抖一点目标，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单人阿鲁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这个子祥说替支那苦力招金兄。感谢斗内，谢谢你斗内辛苦了，多休息。Mr. 刘建一说，记得有天值晚班哦，遇到日本车主来询问保养事宜，对方一开口就喏，结果从头到尾我就装傻充愣，跟他用中英文交谈。之后同事问我，不是日文交谈还 OK 吗？我只跟同事说，这里是苗栗国啊，没用客家话回对方就已经是尊重了。建一兄有尊严，非常好。Peppercorn 99，乱七八糟的世道里面最有意义的一集，谢谢阿仔的制作。我真心觉得，你知道你是台湾人，你不会觉得很悲哀吗？日本人搬走了多少东西，台湾人不记得。全世界风云变色，日本危机四伏，台湾人不知道。台湾人不关切，我们他妈在关切沈伯洋，他妈在关切孙安佐，在关切什么？今天有一个几百人上街的什么支持军购大游行，你支持军购有个屁用？人家美国不卖你呀。然后我们在关切一个70几岁早就退休的老头的拳斗，这有多悲哀？你能想象有人会把一个人得了性病拿出来宣传吗？但是你得了失智症，就会有人下流到拿出来宣传，你看多悲哀！来，这一章我们用数据跟你解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名字叫八田与一。我不是要全盘否定八田与一这个人哦，八田与一是一个合格的水利工程仔仔。那乌山头水库跟嘉南大郡是当时东亚最大的水利工程，这也是事实。我要分析的，我要推翻的，不是八田与一是个好工程师这件事情，我们要分析的是八田与一究竟是为谁服务。我们先介绍一下八田与一这个人。1886年生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1910年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毕业，同年24岁到台湾，进入台湾总督府土木局。各位，1910年是什么时候？1910年是阿公店大屠杀结束12年，
三段警备刚刚收尾，林少猫被杀8年之后，换句话说，八田雨衣踩的5到10万人台湾人的尸体进到台湾，当然人不是他杀的，他来的时候呢，镇压已经结束，他做的也不是镇压，他做的是水利。听起来好棒棒，你以为是大禹治水是不是？一个日本人从东京地大毕业之后来台湾就是救苦救难吗？不是不好意思，嘉南大郡的工程呢是1920年动工，1930年完工，工程规模很大，乌山头水库蓄水量1亿5千万吨，灌溉面积15万甲，等于14.5万公顷，受益乡镇嘉南平原87个乡镇。各位，这是1930年东亚最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没有之一。那个谁谁谁呢？致辞时候说，八田技师对台湾的贡献不仅是嘉南大郡的兴建，他的精神也是台日友情的最佳写照。八田雨衣对嘉南大郡的兴建贡献是真的，但你他妈以为他是为了你的友情吗？他跟你交朋友吗？来，我接下来要解释嘉南大郡为什么兴建，为谁兴建，兴建之后赚的钱去哪了？我们来跟各位一个一个讲。各位，我们把时间轴拉回1910年。1910年的时候，日本本土遇到一个问题啊，粮食不够吃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工业化，人口暴增，农村人口外移，稻米产量跟不上消费。日本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从殖民地进口粮食去他妈台湾种。问题是，台湾的水稻在1910年产量还是不够，原因是嘉南平原水资源不稳定，靠天吃饭，干旱季就绝收。怎么解决呢？日本大哥哥帮你盖一座水库，因为他妈他要你的米，你要帮他种，然后把米送给他，把浊水溪跟曾文溪的水拦下来给嘉南平原灌溉。这就是嘉南大郡的为什么。不是为了让台湾农民吃饱，不是为了让台湾人吃饱，是为了让日本人吃饱。那它是为谁兴建呢？嘉南大郡启用之后，台湾的稻米产量暴增，但是多生产的米95%以上输给日本啊！感谢个屁呀！他妈他替你盖了这个东西之后，全部都送到日本去了，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你在开我玩笑吗？哎呦，干这个图做错了，怎么写成65%输往日本？好啦，随便啦。1939年台湾稻米输日量达到史上最高，120万吨，占台湾总产量的65%，在日本进口米的40%。换句话说，当时日本每吃5口米饭，有2口是台湾米。而台湾这65%输日啊，剩下的35%才是给台湾人吃。各位，这就是嘉南大郡的真实受益人，不在台湾，不是台湾佃农，是日本主妇、日本小学生、日本大学生跟日本军人。更狠的是什么？米糖剪刀差，这个听起来好像他妈吃饭用的工具，不是？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叫 price scissors。指的是殖民地的原料以低于市场价卖给殖民母国，殖民母国的工业品以高于市场价卖给殖民地，两个方向都吃掉殖民地的剩余价值，像一把剪刀一样。台湾的糖也是。1930年代，台湾砂糖年产量120万吨。1937年到38年高峰，其中约100万吨输往日本。日本全国砂糖的消费80%到82%依赖台湾。三井财阀财阀子是不是？财阀子。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拥有18座糖厂，约5万公顷农场，是当时台湾最大的企业。这些糖是以什么价钱买的？是台糖特惠价，低于世界市场价15%到25%。意思是什么？台湾的甘蔗农、台湾糖厂的工人比国际同行少赚15%到25%。这15%跟25%到哪里去了？
让各位看一下。哎呦，干，那张图没做出来。好，不管你奇怪了。好了，这15%到25%少赚的钱到哪里去了？去了日本糖业株式会社的股东口袋啊！更荒谬的还在后面呢。嘉南大郡启用之后，总督府推行3年轮作制，强制嘉南平原的农民每3年轮作一次。第1年种水稻，充足之后就输日；第2年种甘蔗，糖业会社强制收购输日；第3年种杂作，种杂粮，自己吃。各位，这个制度的意思是什么？台湾农民每3年只有1年的粮食可以自己吃，种1年要吃3年啊，其他2年的产出全部都被殖民体制吸走了。各位，那每年会去乌山头追思八田羽衣的那个人，你的曾祖父可能就是这个3年轮作制下的佃农啊！各位，我跟你讲，八田羽衣的水利工程是真的，水利工程服务的对象是日本人，个人技术成就服务的政治目的是2件事。你他妈感谢他替殖民者盖大郡是干什么？那难道我们要去感谢当年失败但是有帮纳粹试着开发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吗？当然不会啊，但是台湾有人会啊，那群谁谁谁会啊，他会到乌山头啊。来，关于八田羽衣的神话是怎么建构出来的，我跟各位简单带过。1945年战后啊，八田羽衣在台湾其实没有特别被神化。日据时代末期，他就在1942年被美国潜艇击沉于南海。1945年战后初期，台湾社会的氛围反日为主，毕竟刚从殖民走出来，民众对日本通没什么好感。1981年，八田羽衣铜像在乌山头水库被当地民众拆除，当时的台湾社会还记得殖民啊。1990年，李登辉任内。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受过完整日本教育，自称到22岁为止是日本人。他担任总统期间呢，1988年到2000年重新塑造了八田羽衣的铜像，推动乌山头水库的八田祭司纪念活动。2000年陈水扁任内，陈水扁延续了这个方向，在乌山头水库设立了八田羽衣纪念园区。2008年马英九任内，虽然国民党主政，但八田羽衣的纪念活动没有中断。马英九本人也曾出席相关活动，这我就不懂了，随便他，反正老马做什么我都不懂。2017年呢，行政院长、副总统、总统连续3年5月8号亲自致辞。各位，从李登辉到那个谁谁谁，整整30年了。八田羽衣从一个合格的日本工程师，变成台日友谊的象征，变成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变成值得感谢的对象。那柯铁虎呢？简金华呢？于清芳呢？没有铜像，没有纪念园区，甚至可能连墓碑都没有，因为他全族都被杀光了。这是对待烈士的态度。R.W. 利说：“我妈是1926年生，她说她10几岁时因为大米购买受控，所以只好从大稻埕骑脚踏车骑到巴黎。当年很多地方只是乡间小路，去农家偷买米。而我外婆重男轻女的原因，女儿只能吃一碗米粥，掏钱千里迢迢买米的女儿也一样。而我爸说他家吃不到米饭，只能吃番薯签，吃到快吐了。到60、70岁时还是很排斥吃番薯。来，结论是什么？八田羽衣很厉害，是个好工程师，我承认。乌山头水库是了不起的水利工程，我也承认。但是乌山头水库服务的对象他妈才不是台湾人，是日本糖业株式会社。
嘉南大郡的米65%输往日本，台湾的糖90%输往日本，价钱还比国际低15%到25%。3年轮作制让台湾农民每3年只有1年的粮食可以自己吃，这就是等价交换啊！你以为他妈义务来这边帮忙哦，仗义直言吗？混蛋！日本给台湾水利工程，但是拿走了米，拿走了糖，拿走了3年中的2年劳动。你去八田雨衣的铜像前面感谢的时候，要不要感谢一下三井财阀的股东们？没有他们的投资，乌山头水库不会建，当然也不会有米糖剪刀差。来，各位，接下来要讲到真金白银啊！嗨呀呀，看看我做这个图，那一箱一箱的就他妈是黄金呐！30吨到38吨的黄金呐！台湾以前有没有钱？蛮有钱的。这一张我们要算黄金，具体来讲，30吨黄金。30吨黄金是什么概念？2022年5月的金价计算，30吨黄金的价值大概是27亿美金，折合新台币820亿元。30吨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先把故事讲完，你再决定要不要感谢日本大哥哥干你的黄金。1944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前的最后18个月，台湾银行的金库保有约38吨黄金。各位，38吨黄金在1944年是天文数字，当时全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加起来也才几千吨而已啊！38吨的黄金哪里来？主要来自金瓜石金矿。金瓜石在今日的新北市瑞芳区，日据时代1896年到1945年，整整50年，金瓜石金矿的总产量约100吨黄金，其中战时1937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加上太平洋战争那8年，产量约60吨。这60吨黄金95%以上运往日本。主要作为日本向国际购买军需物资的外汇储备。各位，战争储备金这4个字呢，意思就是用台湾的皇军去买日本打仗用的军火。说白一点，台湾人挖出来的金子，变成日本人射向中国人、射向菲律宾人、射向美国人的子弹。我们再把镜头拉到1944年，那时候日本已经败相明显了。中途岛战役1942年惨败，瓜达康奈尔岛1943年丢掉，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又惨败。日本军部意识到一件事情，战败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台湾银行金库里那38吨黄金怎么办？军部的决定是运回日本。各位，这个题目很冷门，也不会有多少人按赞，也不会有多少人转传。但是请各位多按赞多转传，把这些扭曲的历史导正回来。你至少该记得当年日本人对你有多坏吧，而不是带上一个青鸟滤镜，说日本大哥哥对我好好好棒棒，我感谢台湾能够现代化，都是因为他们。干，这在干什么？日本从台湾搞走了100多吨以上的黄金，在全世界逍遥法外，到处杀人。来，军部在1944年就意识到了战败只是时间问题。台湾银行金库里面的38吨的黄金要怎么办？军部的决定是运回日本。各位，用什么运？日本海军的军舰。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台湾银行的黄金分批由日本海军军舰护送，经金龙港运往日本九州的门司港，再从门司港交给日本银行保管。这是日方档案明文记载。门司港就在今天的北九州市，整整30吨黄金就这样经由基隆出港到了日本本土。1945年3月，距离日本投降还有5个月，最后一批日本黄金，不，更正，这是台湾黄金，大约5吨，经基隆港运往门司港。
各位，5个月之后，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把台湾交接给重讲一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有谁说比日本殖民期间还差的那个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银行金库的时候，剩下多少吨黄金？只剩8吨，从38吨到8吨，30吨消失了。那30吨黄金到哪里去了嘞？经基隆港运往门司港，交日本银行保管。NHK 跟朝日新闻2008年都做过纪录片。那搬出的金块总量，这是他们的内容，推定40吨，主要是金瓜石、金山生产的地金，由日本海军的军舰运送。40吨比30吨还多啊！为什么？因为除了台银金库的30吨之外，还包括战时最后几年金瓜石产的金子，边产边运。各位，这就是日本人离开台湾时搬走的最大一笔。我跟你讲啊，搬走30吨黄金的日本海军，要不要你道谢呢？要不要你说他在台湾默默付出呢？他的付出是把台湾最大的一笔黄金搬走，各位，黄金只是其中最值钱的一部分啊。战时1937年到1945年，就算这8年哦，日本从台湾搬走了还有什么？铜年产1.8万到2万吨，从基隆的铜山全数运日。煤年产250万吨，40%输日。铝1943年高峰年产1.05万吨，全数生产至高雄的台湾铝业株式会社，全部用于日军飞机制造。台湾铝业株式会社高雄工厂1941年投产，年产能1.2万吨，全部由日本陆海军统购，用于零式战斗机。各位，米兹必须 A6M0 零式战斗机，你看过珍珠港、硫磺岛这些电影，对不对？电影里头那边俯冲下来的日本战斗机，有一部分就是用台湾的铝做了。Cecilia 说：“我外公是读书人，生了11个小孩。日据时代被日本人打到内伤，无法工作养家，后来只好将我母亲送人当童养媳。我家跟日本人真的有仇。”没办法，来，就是这么悲哀。到1944年呢，台湾工业生产的70%上已经转为军需相关了。各位，更荒谬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台湾岛上还有45万日本人，含军人跟平民。国民政府原则上禁止个人析出资产，但是学术文献指出，秘密带出个人资产跟贵金属的情况大量存在。日本企业高层干部在撤离前有系统的销毁账册，转移基金，部分贵金属呢，透过外交管道或军舰，在投降前最后数月提前撤离。各位，这45万日本人每个人都带了一个皮箱啊，皮箱里面装什么？装什么？今天没有人查得到。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他们不会两手空空回台湾。日本人从台湾搬走的清单有黄金、有米、有砂糖、有铜、有煤、有铝。各位，吴聪敏教授，台大经济系的量化研究，1910年到1940年，每年从台湾净流出的资源占当年 GDP 的10%到15%。1939年到1944年战时，这个比例升到25%到30%。各位，每年 GDP 的10%到15%，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比现在中华民国健保支出占的 GDP 比例还高，健保才占 GDP 的6%到7%。也比现在的中华民国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还高啊！我们国防只占了 GDP 的2.5%啊！
如果你这样讲 ，LVMH Kobe 搞不好就会满意了。我们至少占到了6%到7%呀。现在也只占 GDP 2.5%，50年累计起来，就等于把整个台湾的家产搬走了2轮到3轮。这一章的章末结论是：真相总是伤人啊。商人的第3条就是揭穿日本治理台湾。谢谢李佩玉斗内，日本治理台湾很赚，台湾不是很赚，是日本很赚呐，不是台湾赚，是日本赚呐。台湾每年 GDP 的10%到15%被搬走，整整搬了50年呢。战争末期最后18个月，台湾银行金库的30吨黄金被搬光。那你要感谢默默付出的日本人啊。请问一下，搬走30吨黄金的日本海军默默付出了什么？搬走1800万吨米的三井财阀默默付出了什么？用4万吨铝做旅行式战斗机去打中国人、打美国人、打菲律宾人的日军默默付出了什么？我们换个角度啊，之后讲我们有接收日产了，也不要都把它否认了。来，那些被日本人默默付出盖起来的工厂后来怎么了呢？我们等一下就知道。我们先换算一下，这些被日本人干走的资源到底今天值多少钱？现代价值大约等于新台币2.69兆，以美金来讲，大约等于美金827亿，是我们这一次军购的6倍。如果考虑这些资源在战争时期的战略稀缺性，合理高估为新台币3.8兆，美金1169亿，0.12兆美元。那台湾202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是多少？金额是2.9兆新台币，等于殖民地剥削了1整年的中华民国国家预算。那台湾的年 GDP 金额是24兆，等于殖民剥削了 GDP 的11%，而台积电市值呢？是美金1兆到2兆，这个数字一直在变来变去。殖民剥削的等于台积电的8%，等于日本25年国防预算的1.5倍，等于乌克兰2024 GDP 的45%。这还只是搬走的物资不包含强制劳动、土地掠夺、森林砍伐、水利设施无偿取用、鸦片专卖以及其他制度性剥削，譬如说差额地租、米糖相克的价格压榨，跟明治神宫门口那2个超级大鸟居，就是从阿里山砍神木之后搬下来的。你能想象在阿里山那个山上要搬下来那个快10层楼高的神木，中间要死多少人？最大的2项是米和糖，这2项是殖民经济的命脉啊。日本靠台湾的米糖撑过了暂时的粮食短缺，光是砂糖1项超过1兆新台币啊。黄金最容易量化，台银那30吨是战末直接被日本中央银行搬走的。那现在是怎么样？如果以2026年的价格估算的话，多到你靠北。来，接下来我要带个货啦。虽然最近你看到了那个嘉美能，就是我们置顶的那个嘉美能里面酷泰哥的产品呢，已经又调价15%，但是还是最便宜，而且品质稳定。所以各位，如果你真需要，你要买，你只能怪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我讲。这个也都很棒，1万毫安培也都可以带上机，2万毫安培也可以带上机，3万毫安培就不行了。但我们有出到25000毫安培，还有这个呢是真的很棒的东西，可惜各位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是你带一个变压去出国旅行或是出差旅行，它可以接你的笔电，这边有一个20伏特的 output， 22伏特的 output， 然后这边有一个 USB， 3个Type C， 然后这边就接你的墙壁，硬生生把它的电吸光。你看这是超棒的一个东西，改天我要
好好的带货，因为我的笔记型电脑太重了，妈，我连带它的那个变压器大概就要3公斤呢，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真的很好。对啊，叮叮叮说有买了，还能快充，真的不错，因为它充电很快啊。还没完，我还要讲，除了我们信公的肉粽，请大家赶快买之外，我今天又去丰裕蜂蜜搬了70公斤，光今天就搬70公斤的蜂蜜，夯不啷当把它寄出去了，干累死我了！我把我家2个儿子通通叫来，疯狂的搬，3箱，每一箱快30公斤，累死了。但那个蜂蜜是好蜜呀，这是荔龙蜜，就是荔枝跟龙眼的蜜。有荔枝跟龙眼混合的香气，如果你喜欢荔枝花的香气的话，买荔枝蜜；如果你喜欢龙眼的蜜的香气的话，买龙眼蜜。每天早上1匙，每天晚上睡前1匙，对身体好，可以补足你身体的虚，好不好？Tree 说为了猪大身体好，就要多买蜂蜜，干。有网友说以前听吕杰讲历史，后来发现名字对不上，前后颠倒，牛头对马嘴。所以啊，还没完，那个还有哈尔滨水饺，最近哈尔滨水饺又大出货，那所以你要赶快订，就可以赶快收到，赞，好吃。然后还有什么呢？有啦，顺便你还可以加价买酷泰科送卖的那个电池，这个东西很便宜，就直接买。然后还有我们的罐头下个礼拜我希望可以出货，可以下定了。那个罐头预购每24罐出货一次，我预计下礼拜或下礼拜就会出货，因为那个东西真好吃嘛，罐头就要出货了，大家赶快下定。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各位，我们置顶的纯味家是我们非常感谢的浩克自己家里做的产品，那这是他的额外奖金，出货越多他赚越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这个 GHHJ 说朱大做这集有没有特殊感觉？对于别人来讲，很多是国恨，是历史中了解。对于朱大，除了国恨外，还有家仇。这个有一天我会告诉你完整的故事。小弟家中长辈呢，是两岸公认的抗日烈士。因为他不是在战场上牺牲，他是打到弹尽援绝，为了掩护同志撤退，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所以这个故事呢，有一天再说。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恨日本人，我恨的是那些记不得日本烧杀掳掠的那些无知之徒，这才恐怖。你可以原谅，但你不可以忘记啊，他们发生过，好吗？这一章你不要说我不讲，对日本人不公平，我们讲一下，战后还是有支持的。L 小戴问说，浩克什么时候结婚？年底吧，年底啊，最近。妈一直搬重物，我都跟他讲要小心腰啊！妈，不然到时候我会觉得对不起他，我到时候一定会包一包大的，敢不去吃包一包大的。来，我们接下来要讲啊，日本人搬不走是怎么办？糖厂搬不走，水库搬不走，铁路搬不走，港口搬不走，水泥厂搬不走，肥料厂搬不走，那些山景山林，台湾盖了50年的工厂怎么处理？各位，这就是1945年10月到1946年6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时候要面对的问题呀。1945年10月25号这个日期，各位记得吧？台湾光复节，陈仪就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展开日产接收。各位，日产这个词就是日本人在台湾的资产，可不是你上哦。接收的方式很简单，全部没收，无任何补偿。各位，无任何补偿，跟日本人在满洲、朝鲜的资产完全一样处理，这是当时国际惯例。战败国的海外资产全部都没收，问题是没收了多少？
1945年11月到1946年6月，国民政府完成约1200家日本企业的接收。1200家什么概念？我们看一下行业分布：制糖业42家，矿业57家，金融保险21家，化学工业68家，机械金属83家，电气瓦斯29家，农林水产112家，商业贸易94家，交通运输50家，其他约391家，总计1200家。各位，最值钱那几家后来变成什么？我念给各位听：台湾制糖就三井系18座糖厂、5万公顷农场接收后改名台湾糖业公司，就今天的台糖；台湾矿业30系后来改成台湾金属矿业公司，今天的台金；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接收后改名台湾电力公司，今天的台电。而今天的台电在之前于右任送了他一个题字之后呢，他妈找了聂永贞，这个不知道自己实力有多少人，花了100万把字改掉了，赞。台湾石油呢改成台湾中油，台湾肥料株式会社改成台肥，台湾机械株式会社被中钢收购，台湾水泥株式会社变成台泥，台湾纸业株式会社变成台纸，台湾铁道株式会社变成台铁，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变成台湾烟酒公司，台湾银行呢就变成国营的台湾银行，台湾商工银行呢接收后变成现在的第一银行，三和银行是彰银前身，变成今天的彰化银行。各位，台糖、台电、台金、中油、台肥、台基、台泥、台纸、台铁、烟酒、台银、第一、彰银，全部都是接收日产。换句话说，今天台湾40多家国营事业、公股银行、核心资本呢，都是没收的日本人资产。那所以嘞，1949年国民政府接收了这1200家日本企业，国共内战之后，台湾经济起飞啊。那用的就是这些国有资本的基础啊，用的就是这些国有资本的基础啊。那也就是蒋家国民政府接手了日本人留下的1200家企业，这是台湾战后重建的物资基础。如果国民党来了比日本殖民还差，为什么台湾战后的 GDP 从1952年到1990年成长了90倍？日本殖民期间 GDP 成长最高也才3到4倍。各位，真实的情况是，国民党接收日产之后，把日本人留下来工厂、水库、铁路、银行继续开，没有比日本殖民好太多，可以讨论。但是比日本殖民还差，这完全就是被仇恨蒙蔽的事实。到底有没有读过经济史啊？我们再看一个东西啊，三井跟三菱的对照，日本战后怎么样？1945年呢到1949年呢 ，GHQ 盟军的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驻日本，强制解散塞发子。三井物产被拆成170家公司，三菱商事被拆成139家。1950年韩战爆发，韩战特需，日本企业大量出口了给美军，财阀解体令松绑，三井三菱重新整合。那所以今天的三井住友银行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集团。今天的三菱重工是全球最大的重工之一，今天的三菱商事是综合商社巨头。这水又喝完了，好。所以啊，三井三菱被拆掉的资产在日本本土后来又涨回来了，但是他们在台湾的资产是台湾人收下了。台湾的1200家企业是台湾人拿到的。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前面讲那些数字啊，日本人留下来这些东西，国民政府接收，但是现在没有人只记得那些默默付出的日本人，没有人追思那些默默付出的台湾人啊。最后一件事，我讲一下台银券到旧台币到新台币3次世界大缩水，这个故事很短但很惨。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台湾市场上流通的台湾银行券约14亿元，这是战争末期日本为支付军事支出大举增发的结果。1946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台湾银行券以1:1兑换为旧台币。
各位表面上没让台湾人承受兑换损失，但实质上台湾银行的黄金准备就从38吨缩到8吨，30吨被日本搬走了。台湾银行的发券量在暂时暴增到14亿元，购买力早就大幅下滑。以8吨黄金支撑14亿元的发行，新台币的准备率太低了，所以1946年到1949年，旧台币因为国共内战的财政需求持续超发，最终导致1949年旧台币崩溃，换发新台币4万旧台币换发1个新台币。各位，4万比1就是1949年那一次的世纪大缩水。这次缩水的根源，你可以讲是因为国民党人渣，随便你。但是真正的根源是因为金本位的黄金储备被日本人搬走30吨。那如果38吨黄金都还在台湾，战后台币的准备率会高4倍多，通膨压力不会这么大，旧台币不会崩溃。你可以因为这样恨国民党，但我告诉你，就经济学来看，真正的主角是干走你30吨黄金的日本人。有没有很多台湾人一辈子积蓄变成废纸？季炯说，身为一个千禧年生的青年，之前很纳闷为什么中韩那么仇日，唯独台湾的氛围如此不同。听到今日内容，十分震惊啊！因为他妈这才是真相，而这个真相被人家瞧掉了。我今天做直播就是冒死告诉各位真相，然后让大家知道，你可以原谅日本人，你可以原谅台日友好，你可以跑去多抓 A 片，我都不反对，但你不能忘记日本人做了那么多鸡巴毛的事情，你连这个都忘记了，还要讲，没黄金了，他妈要怎么办？而把黄金搬走的是干你娘日本殖民者，他败战还搬光你，结果你不知道，那回去读经济史吧。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结论：1945年10月到1946年6月，国民政府接收了1200家日本企业，这1200家企业核心资本是来自于过去人50年的米糖剪刀差，30吨的黄金，10万条的人命的最终物质形式。国民党来的比日本殖民还差，很好，那是你的个人意见，但是这没有看经济学。台湾人收下了这些东西，我们也付了代价。你今天讲什么比日本殖民还差，用的是那1200家日本企业留下来的物质基础。我们下一章换个更残忍的方向算，不是杀你，是你已经是顺民了，我把你送去送死。20万台籍兵动员，3万战死，新几内亚70%的死亡率，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肉身献祭。而你还感谢他，我真他妈想不通。好，但等等，我这边讲到蜂蜜这件事情，我把蜂蜜这件事情要再讲一下，请各位见谅，因为我们蜂蜜卖的太多，实在没有包材，所以我想说，我就好好服务大家。我把我仓库里面的 T 恤拿出来包，这里面有很好的 T 恤，一件以前要卖650。我把它当作包材，把蜂蜜包起来送给你，你穿得下也好，穿不下也好，都是我的一个心意。但今天有一个很靠背的事情，有一个网友，我就不讲他是谁了，他传讯过来说，那衣服太小了，我可不可以换大一点的？还有另外2件衣服我不喜欢，你可不可以给我不同的？恁阿公嘞，包材是我送你的，我感谢你照顾我，我把我更值钱的东西送给你。这一罐蜂蜜650，操你妈！我的 T 恤卖650，然后1比1这样送，你跟我讲，不好意思，那个 T 恤太小了，请你换给我。啊，这个款式我不喜欢，麻烦你换给我。看，我跟我工作人员讲说，你如果花钱买，你再跟我说。你不是花钱买的，你跟我说个屁！妈的，我送你的东西你还要挑哦？你看Tree说蜂蜜包材我有收到啊，小小一瓶蜂蜜外面就包1件衣服，然后你跟我讲这衣服尺寸太小了，我可不可以换 L 的？我可不可以换几件？我可不可以换其他的样式？干，我如果用纸包送给你，你会跟我讲说，那我要换更大的卫生纸，我要穿吗？你哪公嘞？这是我真的是妈算了，随便，我不要多抱怨。以后
踢球不要了，通通妈用气泡纸干！我已经买了一大堆气泡纸了，你开心了吧？你满意了吧？真是的，来，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肉身献祭是怎么一回事呢？推动大东亚共荣圈哦，来，实际上到了战争中期啊，真实的情况是，这位谁谁谁的东亚共荣圈呢，把20万台湾子弟兵呢送进日本军队。1937年的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日本开始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1942年，日本开始正式在台湾征调陆军特别志愿兵。1943年征调海军特别志愿兵。1944年征调军夫、雇佣劳力跟军属、文员、技师。1945年全面征兵制，但战争已经尾声。总动员的数据是：陆军特别志愿兵动员80500人，海军特别志愿兵动员11000人，军夫约82000人，军属约2万人，总动员约207000人，含未登进者估计当25万人。20.7万个台湾人被大东亚共荣圈带上战场。我们引用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哦，是什么呢？战死含战病死哦，3万304人。失踪呢约2000到3000人，受伤残废约8000到1万人，合计牺牲35000人到43000人，3万人牺牲，3万个台湾家庭失去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各位，这3万人死在哪里 ？Rita 说：“我就公就被调去当志愿兵，一去不复返。”3万人死在南洋3条死亡线，新几内亚约8000到1万名台籍兵被派去，死亡约5500人到7000人，死亡率60%到70%，因为饥饿，因为热带病，因为必死。新几内亚是太平洋战争最残酷的战场之一，因为日军的补给线被美澳联军切断，台湾的高沙义勇队，也就是原住民在此战区牺牲尤为惨重。所罗门群岛呢，有11000名台籍兵被派去，死亡了5000人，死亡率约45%。缅甸泰缅铁路有6000名台籍劳工，死亡了2500人，死亡率约42%。菲律宾呢有24000名台籍兵，死亡了6000人到8000人，死亡率是25%到33%。海南岛派去了34000名到4万名的台籍劳工，死亡了4500人到5500人，死亡率是12%到15%。我把这些数字叠起来，台湾的子弟啊，在南洋3条死亡线是被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给推过去的。新几内亚死了70%，所罗门死了45%，缅甸死了42%，菲律宾死了33%，海南岛死了15%。意思说，你每送10个人去新几内亚，有7个人再也回不来。Corolla Altis 都收到2件包2罐蜂蜜，2件上衣我都好喜欢，谢谢你的喜欢。那我也不要钱了，就送给你，但是麻烦不要挑，以后就都用泡泡纸啊。那你再挑，我清了吗？柜子之后给你咸，给你挑，那你1毛钱没出，你在那边挑，你开心就好，反正你下次也买不到，我建议你就不要来买。来。而那个谁谁谁感谢所有在台湾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日本人。各位，那位日本陆军司令官把8000个台湾兵送到新几内亚，让7000个饿死的人，他算不算默默付出的日本人呢？他付出什么？他付出了台湾子弟的命。各位，慰安妇这件事情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就只讲一边，剩下的留给各位自己思考。台湾的慰安妇人数呢，
根据国际学术界的估算，有1000到2000人。妇女救援基金会阿嬷家有记录者53人，有姓名经历可查。台湾官方1999年调查58人，朱德兰等学者推定总数最少1200人以上。截至2023年，仅剩不到5位阿嬷在世。各位，这53位有名有姓的阿嬷，他们的诉讼史是这样子的：1999年，14位台湾阿嬷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败诉，理由是国家赔偿法不适用外国人，时效消灭。2004年，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2005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最终判决败诉，确定日本政府完全没赔偿，完全未道歉。各位，但日本有对韩国道歉，而且韩国人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有一个白痴美国网黑，他跑去跟那个韩国的慰安妇雕像开玩笑，直接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没有再跟你考 say 第二句话，没有，直接关到监狱去。那为什么？因为韩国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挑战，就这么简单。你敢拿来开玩笑，他妈就送进监狱里面。不像台湾，还有他妈日本民族主义者来台湾踢来踢去的，搞屁！来，还有第二条诉讼线。台籍日本兵抚恤金，1977年起，台湾发起诉讼，要求日本给付未给付的军饷、恩给、抚恤金。2007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最终判决败诉定宪，理由是1952年中日合约已放弃所有请求权。各位，1952年中日合约，这就是台北合约，签字的人是蒋中正啊，签字的人是蒋中正。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我跟你要抚恤金，我跟你要没有给的薪饷也不行，也他妈不给，在开玩笑是不是？你觉得我们就是好欺负吗？对，台湾政府就是好欺负，就是软，各种软。各位，1952年4月28日啊，蒋中正在台北合约第1条签字，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权。蒋中正放弃的，学者估算，以1952年的币值来说，原本可索赔20到30亿美金，换算成2024年的币值约200亿美金，新台币6400亿元。各位，6400亿元哦，我们对照一下。韩国1965年，来，我把这段数字念完，你直接看我背后的表格。韩国在1965年韩日基本条约拿到日本3亿无偿加2亿有偿美元，折合2024年约30亿美元。菲律宾1956年日菲赔偿协定拿到日本5.5亿美元，折合2024年约50亿美元。印尼1958年的日印赔偿协定，折合现在约18亿美元。南越1959年日越赔偿协定拿到1400万美元设备，折合1.2亿美元。中共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也全部放弃，世界银行估计可索赔300到500亿美金。台湾的中华民国1952年全部放弃，学者估计20到30亿美元。韩国有，菲律宾有，印尼有，南越有。中国放弃换来日本承认中共为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放弃换来了什么逼？换来了日本在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依然断交台湾呐、换来的是那个谁支持日本殖民是为了推动东亚共荣圈，荒不荒谬？北不北蓝？就是这么的北蓝。慰安妇阿嬷们后来的补偿是什么
1999年起台湾政府先后是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拨款补偿，每人约新台币50万人。各位，50万元是台湾政府出的钱，不是日本政府的道歉，不是日本政府的补偿，是台湾的纳税人帮日本政府承担了道德责任。而那位现任总统每年5月8号去乌山头感谢所有在台湾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日本人。大东亚共荣圈是什么？是20万个台湾子弟被征调，是3万个台湾儿子战死南洋，是8000个台湾高沙义勇队饿死新几内亚，是至少1200名台湾慰安妇阿嬷，其中53位有名有姓，到死都没等到日本政府道歉。是蒋中正1952年签字放弃200亿美金的赔偿，是台湾政府后来自己出50万赔偿慰安妇阿嬷，是到2026年那个谁谁谁还在说推动东亚共荣圈，推动8000名年轻台湾人饿死在热带丛林，推动1200名台湾阿嬷的青春被毁，推动3万个台湾家庭的世代之痛。各位，最后我们要结束了。知恩图报啊！什么叫知恩图报？来，我们结束我们的投票。这真是一个难以判断的投票，都不知道要怎么想。各位同学，今天这一集从1895年5月29日辜显荣在水反角迎接日军，到1952年4月28日蒋中正在台北合约签字放弃赔偿，整整57年的血泪被八田雨衣、铁路、水利现代化这3个关键字洗白。而那个谁谁谁说日本殖民台湾是为了推动东亚共荣圈，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比日本殖民时期还差。各位，我们今天没有指名道姓，没有骂个人，没有人身攻击，我们只是告诉你史实，把日本人自己写的官方记录、东京大学自己的历史学者写的论文、东京最高裁判所自己的判决书，通通拿出来。1952年台北合约，我们自己的逐字条文，通通摊在各位面前。各位，我不需要下结论，结论写在史料里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真相总是伤人，真相是什么？从1895年到1915年，20年的绥靖期，日本人在台湾杀了至少10万人。真相是从1937年到1945年战时，日本从台湾搬走了30吨黄金、1800万吨米、3000万吨糖。真相是8000个台湾高沙义勇队饿死新几内亚，1200个慰安妇阿嬷被毁掉青春，3万个台湾家庭失去儿子。真相是1952年蒋中正签字放弃200亿美金赔偿，韩国、菲律宾、印尼、南越都有，台湾0元。真相是今天台湾总统府没有什么反应。真相总是伤人，伤的是谁？伤的是汉人，是台湾人的人，伤不到日本人，伤不到现在掌权的人。第二个结论，科学终将胜利。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学术，是数学。东京大学近现代史教授加藤洋子把大东亚共荣圈定义为侵略战争正当化的口号。科学是一桥大学藤原章直接称共荣圈为侵略战争。科学是哈佛、牛津、MIT、剑桥国际学界一致定位为日本帝国主义计划。科学是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东亚所有被占领过的国家官方教材一律当作侵略宣传口号处理。科学是吴聪敏 Samuel Ho 的量化研究，1910年到1940年，台湾资源每年 GDP 的10%到15%流出日本。科学是徐雪姬、史明、许世凯的学术共识。1895年到1915年，至少10万台湾人死于绥靖镇压。科学是1952年台北合约第1条原文：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权。科学告诉我们，日本殖民台湾是侵略，大东亚共荣圈是侵略口号，死了至少10万人，多的有说到60万人。他搬走了台湾至少30吨的黄金，台湾零赔偿。科学根本没有推动共荣圈这个说法，也没有默默付出的日本人这个说法。科学没有比日本殖民还差这个说法。科学记载只有侵略、屠杀、掠夺、零赔偿。
各位，我不知道那个谁谁谁有没有读过加藤洋子，有没有读过藤原章，有没有读过 Samuel Ho， 有没有读过吴聪敏，我不知道，但他应该读。再来，最后一个结论是等价交换。日本人留下的乌山头水库啊，拿走了50年的米糖人命。日本人留下了1200家企业，接收后变成台糖、台电、中油、台肥、台银，拿走了200亿美元赔偿的请求权。日本留下了八田羽衣铜像，拿走了30吨黄金、3万个台湾儿子。各位，等价交换就是等价交换，就是一笔一笔账算出来。饮水思源，水是从乌山头来，这是真的；水库是八田羽衣盖，这也是真的。但是8吨黄金准备支撑14亿的通货，这个账你有没有引到嘞？4万旧台币换1块钱新台币，这个账你还只怪国民党吗？新几内亚饿死的高沙义勇队那位现任总统有没有思过源？各位，感恩是个汉字啊，恩这个字在经文里头。上面是因，下面是心，意思是铭记在心的因由。我跟各位讲，台湾人应该铭记在心的因由是什么？是乌山头水库吗？还是大埔林120名惨死日军手中的女性？是嘉南大郡吗？还是骁龙的18辆载满了尸体的牛车？是八田羽衣吗？还是我们壮烈牺牲的柯铁虎、于清芳、简金华？各位，这就是等价交换。你选择记得什么，不要忘记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台湾人。你铭记八田羽衣，我们选择记得其他人，包含了那97000个没有名字的台湾人。最后，我简单讲，大东亚共荣区这件事情，日本人自己都不喜了。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不喜了，一桥大学藤原章直接写侵略战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定义是帝国主义扩张，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主流期刊定性叫侵略支配的论理，春山谈话1995年代表日本政府正式致歉殖民地支配的侵略，全世界都不喜的，只有台湾还在喜啊！各位，这还真是知恩图报。比日本人还日本人，比日本历史学家还相信共荣圈是正面的，比日本最高裁判所还愿意承认1952年台北合约是正常的，这不是知恩图报，这是选边站，这是选在加害者那一边。而我们知道的真相、科学、等价交换，通通站在被害者那一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乌山头水库吗？不在。在八田羽衣铜像前吗？不在。在日本国旗的方向前？不在。这个真相在柯铁虎致敬的山林，简金华致敬的家屋，骁龙18辆牛车经过的乡道，大埔林4500个被灭口的村庄，交8年现场屠杀的1万多人，新几内亚饿死的7000个高沙义勇队，1200个慰安妇阿嬷，3万个战死的台湾子弟。各位，真相从来不在希望那边，没有天佑台湾这回事，没有日本人佑台湾这回事，除了那些愿意感谢杀我同胞、夺我资源的人，一点都没有感谢的可能。没有。今天的万事通事务所主要内容到这边，跟各位感谢你们一路听到最后，真辛苦。但是我也要贴一个这个红钱的资料啦，来这边好，这个各位这边是这个支付宝啦，这个微信啦，还有。我忘了，种种，好像有欧付宝，还有绿界。各位，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如果你觉得今天听到没有听过的东西的话，麻烦抖个内，让大家开心一点。然后刚讲我们的目标其实已经达成了，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做一集再谈失智症，而我们也还会做一集日本现在真的急了，世界各大媒体都知道日本现在要挫赛了。为什么要挫赛？不是因为你讨厌
那个日本的女首相，我竟然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干，糟糕，我是不是得病了？高什么小？高市早苗，不是因为你讨厌高市早苗，而是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会得罪他周遭的所有国家，他得罪了北韩，得罪了南韩，得罪了俄罗斯，得罪了中国，四方开战。四方开战，所以我们会做一集专门讨论它。那我们也会做一集专门讨论它。我顺便预告一下，谢谢 Peace Corner 的抖内，但我今天的目标好像坏掉了，那个明明目标就达成了，结果妈干死挂在那边不动。我跟你讲，我预告一下，明天做的内容呢，竟然触发了你们从来没有看过的 Anthropic 的 Cloud 的国安警报。我竟然做明天的兵推做到 Cloud 说这个题目我不能做，你有违反使用者条约危害世界安全的嫌疑。干，我吓到，操你妈！我做那个做了10个小时，最后所有的内容做不出来。有网友说，为啥抖内支付宝没有提示音呢？不是啦，那个提示音都是我手机，好不好？这个有什么提示音？好，你很想听支付宝提示音是不是？来，我来看一下啊，支付宝在哪？支付宝到账开心了吧？1元。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88元，支付宝到账50元。好啦，今天就这么多网友抖内，我看看有没有人留什么言啊？干，好，什么什么云？支付宝到账10元。好，什么什么许？这网友还每天抖。干，这一位是什么什么轩？谢谢你抖内。什么什么名支持猪大以后多做好，这听起来很像他妈门店在做那个肉夹馍嘞。好了，我会多做，好不好？什么什么冤？好，谢谢你。我看看微信有没有。好，微信有2笔啊，干。这个有网友说，等朱大讲你家族的故事，连云港县志里面应该有。你是朱元璋后代吗？大陆网上说是，可不是呢。我们没那么伟大啦，就这样子。那以后有机会讲。好，谢谢大家，这样听开心哦。什么 R 圈 O， 英文昵称实在很奇妙。然后这一则是，干没写。好，来，我跟你讲，各位，明天晚上的直播呢，你一定要听，因为这是什么假设？这个是最新的。他们明天谢寒冰哪妈每天都来啊？2个礼拜寒冰哥才来一次啊！2个礼拜寒冰哥才来一次。那我明天的内容我预告一下，我赶快预告完，我明天你记得要来听。为什么？因为伊朗前一阵子美国审计部不是重新做了一个数据嘛，包含它的战损，包含它武器消耗，我用这个数据逆推回去，解放军总参会针对这个数据跟这个战况会做怎么样的新的规划。如何在太平洋跟美军对抗？如何在台湾海峡跟美军对抗？然后我再逆推，那美军要怎么办？跟台湾的军队要怎么办？所以这个一整个推下来，我竟然兵推拼到 Anthropic 强制终止我的对话。他说妈，干！他说这不行，这已经违反使用者规则。他可能怀疑我是恐怖分子，或是解放军在研究这个。妈，真是超怒的。我没有啦，
这个我不是朱元璋后代，至少我们族谱不是，而且我也没时间回去看。好啦，各位，今日很高兴跟各位好好的度过了一个晚上，你们也听了2个多小时啊，所以明天一定要听，下礼拜也还会有特别针对这个失智症的内容。那就这样子啊，各位，拜拜拜拜拜拜。